今天接了一个肥活，看到了吗？2根石基，听说已经来了2波师傅了，都建议他把之前预埋的那个石基拆掉，否则是无法安装的。在隔断里面同时要洗澡，旁边还有一个洗衣机，很显然共处一室，这是不现实的。这是后期改变了主意，装一个扇形预防。现在这个石基呢是1米乘1米的，很显然和实际的预防是不符的。我们要左右各切掉10公分，把这个石基缩小到90乘90。这活呢咱接了，但是懂行的师傅应该看出来了，我是准备如何安装。关注我时间比较久的呢，在2年前我也比这个还要有难度吧，石基套石基做过一次。没事儿，我切这个。这个方案呢，客户也认可了。这样做的方法呢，就是避免客户再重新刨地，再重新贴砖，太麻烦。现在呢是石基压着石基，所以说这边会高很多。我们计划呢分2次切割，第一次呢就是根据下边石基的高度，先把上边的石基这个豁口给它切出来，把我们的这个弧形石基呢先放下去。就地取材，我们用电笔和这个泡沫刚好是2公分，先划一条线，然后我们用角磨机呢，先把这个区域给它切掉。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双腿夹住石基，然后双手操作角磨机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我们第1刀切好以后，放到这个安装的位置，这就是和我们最基础的安装是一样的了。石基放在这里，还要进行第2步，就是调平。调平可以以这个瓷砖的缝隙取它的水平，也可以用水平仪或者水平尺。测量的时候呢，以整条石基的最高点为标准，把其他低的地方全部都要垫起来，垫平了。垫平了以后，就找哪个缝隙最大，以这个缝隙为标准，沿着这一圈切割画线。这样做的好处，我们石基调平以后，整体预防安装出来都是水平的。这个门呢就是比较好调，而且门也不会滑坡，自己会跑的那种。不过切割石基呢是比较繁琐的一个工作，大家接网贷的都应该知道，切这么一条石基呢是另收费50元的。不过在切割的时候呢，由于石基不好固定，一个人不太好操作，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尽量找业主帮个忙。再有一点呢，就是切割后的石基呢，它和地面接触面比较紧密，我们打胶的时候也好打，后期漏水的风险也可以降低。切完以后，我们摆放好以后，我们以水平线为标准，重新再定位2个点、3个点、4个点，只要数据差不多，浮动个1-2毫米、2-3毫米，这都属于正常。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切完的效果。这就和我们盖房子一样，先把地基打好了，后面我们就要开始组装预防了。这个预防组装呢也是比较麻烦的，非常繁琐的一款铝合金框架，而且和玻璃是一体的。这种玻璃和边框一体的呢，我们在组装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啊，那尽量能2个人干的，千万不要1个人干，因为我有摄影师给帮忙，刚好业主大哥这边也在，也给帮忙。这样我们很快就把这个整体框架呢组装好。组装之前呢一定要注意，如果组装好能进得了卫生间才行，要是进不去的话呢，一定要在卫生间现场组装。这是推拉门的线外集成块，我们提前安装好。另外的2根立柱呢，它是和墙体固定打眼用的，它和这个整体框架呢是组合在一起。现在我们基本的组装工作就完成了，我们直接可以把它搬到卫生间。1个人干活有1个人的方法，我平时就是这么干的。我们搬这种大件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顾头顾尾，你上边也要照顾到，下边也要照顾。打口的部分呢就省略掉了，我们直接进入到上螺丝。各种预防的款式呢不同，所以我们这个上螺丝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主框架安装好以后，我们下一步就是安装这2扇推拉门了。这个滑轮我们是现场组装。
滑轮的方向我们要注意，带调节螺丝的是在门的上边，然后带弹簧按钮的是在下边。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感觉好像80%的活都干完了，就剩打胶了？其实不然，看到了吗？它这个条有这么多。所有安装螺丝的位置呢，它这边都是做了扣条的。这个扣条扣的时候也是比较麻烦的，一定要细心认真。最后呢，我们把这2个把手装上，然后把这个门的胶条装好，门与门之间的缝隙呢调成平行。视频开头的时候我们提到实际调平的好处呢，现在就体现出来了。这个门你看，不管在哪个位置都可以定得住。如果你家的门松手的时候它是一边跑，那就说明地平没有调好。一切都调试正常，最后一步我们清理地面，打玻璃胶。实际调平的另一个好处呢，这里也体现出来了。我们在打玻璃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特别的省胶，而且这个打完胶的密封性也比较好，不容易漏水。都看到这儿了，记得点赞啊！